这还是我认识的帕萨特吗？外观、内饰、整体布局，包括车身尺寸都完全不一样了，它就是全新的帕萨特 Pro。最近这几年呢，我们国内的汽车市场实在是太卷了。但是我发现，在老牌的合资品牌里面，比如大众、丰田、本田、别克，变化最大也是改变最快的就是大众了。你能发现，从轿车到 SUV 领域，他们的车型呢都在不断的去趋向于年轻化。那在保持了德系优秀底盘的同时呢，在座舱方面呢，他们也在不断的向新势力看齐。就比如我身旁这台帕萨特 Pro， 那我第一眼见到它的时候，我就觉得相比现款的帕萨特，这真的是年轻了很多岁。那我身旁这款车，它的外观配色呢叫做脉冲青，是不是挺好看的？反正以我这个年龄段的审美眼光来看，我挺喜欢的。而且它这个车系颜色呢，还有一点点哑光的效果。那另外呢，帕萨特 Pro 呢还提供了一个叫做赛博粉的颜色，所以姐妹们现在买车也可以把帕萨特考虑到其中了。那我们接着来看我身旁这台实车它在外观方面真的是发生了特别大的改变。不过帕萨特 Pro 呢还是延续了双车的战略布局它采用了2种样式的前脸现在我身旁这台呢，它的前脸名字叫做星空版，那还有一个前脸的版本呢叫做先锋版。不过我个人呢会觉得星空版本的前脸呢会更好看一点它把这个老款星空版的这个中网呢移到下方这个牌照框的区域了，然后配合上方的这个发光的 logo 和贯穿的灯带饰条，其实无论是科技感呀还是时尚美感做的都挺不错的。那另外那个先锋版呢，则是有点类似于0度 L 的前脸设计在下方呢采用了一个非常大的微微的一个笑脸设计，那中间呢是穿插着几条银色的贯穿镀铬饰条，所以那台车的前脸看起来会更激进，也会相较于更偏商务一点。那另外呢，帕萨特 Pro 呢也是搭载了大众的 IQ Light 的矩阵式大灯的，像是自适应远近光灯，包括大灯的随动转向，它都是有的。OK， 那我们再来看侧面给个大姐，是不是觉得这台车的车身尺寸有点略微的夸张？那除了轴距之外呢，帕萨特 Pro 相比现款的帕萨特，在长宽高上都有所增加，特别是它的车长已经超过了5米，这在 B 级车里面这个数据算是比较夸张的了。而且带来的优势呢，就是它的后备箱空间明显呢也是更能装了那除了尺寸之外呢在侧面也能发现几个比较有意思的点。那它的外后视镜包括它的轮毂呢都是熏黑的那除此之外呢，其实帕萨特 Pro 呢还推出了一个黑武士的版本除了后视镜、轮毂，包括它的车漆以及它的字母标，全部都是熏黑的了，看起来呢也会更加的运动，更加的富有战斗姿态。再来看它的尾部也是一个贯穿式的灯条，再配上一个发光的 logo。那下方呢是和前方呼应的这种星空点阵式的装饰，看起来也是挺好看的。那整体的外观呢，大致就是这些变化。我们再去车内看看它都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坐进车呢，你会发现这个改变真的是太大了，无论是它的智能化还是车内的用料。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和迈腾 B9 一样的4块屏幕， WHUD 抬头显示，全液晶的仪表， 2K 的中控屏幕，还有一块副驾娱乐屏。你很难想象这样的配置会出现在一台传统的帕萨特车型上面。那特别是它的车机系统除了用了855芯片反应速度比较快，支持很多第三方应用之外，它还和很多我们国内大厂进行了合作，比如腾讯的生态系统比如微信还有腾讯地图它都可以支持手车互联。那它的语音呢，采用的是科大讯飞的免唤醒可以连续性识别，而且一次性可以识别到多条语音指令反应速度也很快。那除此之外呢，它还和百度深度合作推出了智能语音 GPT。那驾驶辅助系统呢，这台车是和大疆去深度合作的，也就是大众的现在的 IQ Pilot。我们之前在途观 L 上面体验过，像是车道保持一些主动的安全配置包括自适应巡航，还有在高速上的智能变道，表现的都还不错。那另外像是传统的苹果 CarPlay、百度 CarLive 还有华为的 HiCar， 这台车通通都有。还有就是它的副驾屏幕同样的可以看视频、听音乐、
还可以进行这个手机的投屏。除此之外呢，它还可以和蓝牙耳机去互联，那这样你在副驾驶去看电影的时候就不会影响到主驾驶开车。还有一个比较人性化的设计啊，就是它的这块副驾屏其实还是一个防窥屏，也就是说我在主驾驶开车，我想分心看看你在看什么，不好意思，我是看不到的。那在配置上呢，这台 Pilot Pro 呢也是做出了很多的升级改变。我们这台是高配车型，所以除了有很多的软包之外呢，还采用了很多麂皮的材质，包括座椅也是，所以坐起来呢还是挺舒服的。那另外像是30色的氛围灯饰板，包括无线充电面板，这台车也都是有的。特别是座椅它是有通风、加热和按摩的，全车都有。就它的前后排都是有这些配置的，而且它还搭载了16扬声器的哈曼卡顿音响，前后排呢也都是带头枕音响的，就无论是环绕声还是立体声，坐着都挺棒的，体验一下。直接来到后排它整个这个豪华感还是在的。那首先空间方面，因为车长毕竟超过5米了，所以它的腿部空间呢还是非常的富裕的。那另外在配置上面，这台车给的真的很足通风、加热和按摩。那它的后排座椅呢还是支持22到32度的角度的电动调节，这里是座椅按摩的功能按键，这里就是我刚刚和大家说的它的这个哈曼卡顿的头部音响，而且这台车后排呢还是配备豪华车型才有的遮阳帘，整体的体验感真的很棒。那通过今天的实车体验，我发现这台车的产品力真的很强。以前我们买它的车的原因是什么？除了有品牌力加持之外，无非看重的就是它的德系底盘以及高级的行驶质感。但是现在在保留这些优势的前提下，那全新的 Pilot Pro 呢，还给了你豪华的舒适体验以及很多的智能化配置，所以只要价格合适，这台车的产品竞争力真的特别强。不过呢，也有一些人有些担心特别是体制内和偏公务的大哥们这台车太个性、太时尚了，可能和本身的身份有那么一点点违和。不过不用担心这次上汽大众采用的是迎新但是不换旧的战略，也就是说它的新款和现款是一同出售了。好处呢，除了能够满足更多年轻人的需求之外，那现款帕萨特是不是更便宜了呢？好了，那我们本期节目到这就结束了。屏幕前的朋友，如果有关于这台帕萨特 Pro 更多的疑问，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我们下期见。